兄妹准备睡觉的时候，妹妹就不知道为什么心里一直有一种很不安的感觉，直到隔天早上，妹妹心里还是觉得怪怪的，再拍一拍哥哥的肩膀，哥哥，哥哥已经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目前住在泰国的 Kimi，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你们期待已久的都市传说终于生出来了。这个都市传说应该对很多泰国人来说并不陌生，因为这个故事很多泰国人相信它不单单只是一个都市传说而已，而是一件真真实实存在的事情。时间回到大约西元1994年，村子里住着一对兄妹，因为哥哥呢天生腿部就有缺陷，所以不能走路，大部分的时间不是坐在轮椅上啊，就是坐在床上。家里大大小小的事都是妹妹一个人在打理的。就在某天晚上呢，妹妹一如往常的先帮哥哥铺好床，准备睡觉，但就在大概过了2个小时之后，妹妹已经熟睡了。哥哥突然觉得身体有一种热热的感觉，就从睡梦中醒过来了。这个时候哥哥看到有一个年纪轻轻的女子慢慢的往自己靠近，慢慢的靠近，慢慢的靠近。哥哥心里想我哩嘞，我该不会是在做春梦吧？用力揉一揉眼睛，头转过去看一下那个女子，不看还好，一看不得了，天哪！她也太美了吧！头发长长的，穿着一件白色的长裙，边走还可以边闻到她身上有一股香香的味道，完全自带仙气的一个小姐姐。哥哥心里想：好，做春梦好像还 OK 哦。接着呢，女子就坐到哥哥的床边，开始跟哥哥聊天，聊啊聊。女子的手就往哥哥的脸伸过去，沿着哥哥的脸旁边边缘这边上往下。从额头慢慢滑下来，滑到脸颊，再慢慢滑到下巴，边嘴里碎碎念的说：“我一个人觉得好孤单哦，我一个人真的觉得好孤单哦。你陪我出去外面走走好不好？”因为哥哥天生腿部就不能行走嘛，所以他的下意识反应就说：“可是我不能陪你。”没想到女子听到“不”这个关键字，立马大暴怒。哥哥正打算要解释的时候，因为我坐轮，哥哥整句话都还没讲完，女子就很生气的从床边站起来，手指着哥哥：“好啊，你不陪我没关系，我要把你从床上推下去。”哥哥还没来得及反应的时候，人就已经被推下床了。后来女子呢，大力的拉住哥哥的手臂，一边拉哥哥，嘴里一边碎碎念说：“为什么都不想跟我在一起？为什么都不想跟我在一起？”这时候哥哥还没有来得及反应，这个奇怪的女人到底在干嘛只光顾着看着自己的脚。我的脚，我感觉到我的脚了，我的脚可以动嘞，我竟然可以站起来了。哥哥还没来得及享受这个当下的喜悦的时候，忽然眼里闪了一道白光，哥哥又用力了揉一下眼睛，天空怎么感觉好像有一点亮亮的啊？他手伸过去看一下现在时间，凌晨4点，再赶快捏一下自己的腿我怎么腿又回到之前坐在轮椅上的感觉了？边摸边发现，我怎么不在我的房间里？我不是在做梦吗？我怎么坐在玉米田中间啊？所以大半夜的，到底是谁把哥哥带来这里了呢？到了隔天晚上，兄妹准备睡觉的时候，妹妹就不知道为什么心里一直有一种很不安的感觉，就这样躺在床上翻来翻去，翻来翻去，怎样翻就是睡不着。直到隔天早上，妹妹心里还是觉得一直有一种怪怪的感觉，就走下床，再拍一拍哥哥的肩膀，哥哥。但是哥哥都没有回应。他坐在哥哥床旁边仔细看了一下，哥哥已经气绝身亡了，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天花板，表情很痛苦的样子。死亡原因：身体严重脱水而死。但是当时大家没有想那么多，因为老实说，没有直接的证据可以证明哥哥的死跟那个奇怪的女子绝对有关系。自从那次哥哥事件之后，村子里就开始接二连三发生了很多怪事，男人一个接着一个
一个接着一个死亡。有人是因为出车祸死亡，有人是去庙里拜个拜就突然死亡了。短短2个月内，死亡人数高达40人。当然，如果今天男人的死亡原因是因为什么车祸啊，大家都不会觉得特别的奇怪。不过呢，说起来也奇怪，这些男人都有一个共通点，他们都是年纪轻轻的小鲜肉。另一个共通点是，死亡原因不单单只是因为车祸啊，而是在睡觉的时候身体严重缺水而死。这个死亡原因让大家马上联想到跟之前哥哥的死实在是太像了，而且每个亡者的家属都声称男人之前有提到过这个奇怪的女人，那个女人肯定有问题，并开始呼吁大家千万不要随随便便搭讪路边的年轻女子。在这个同时呢，村长也召集大家一起集思广益，想想看到底要怎么做才能让这个奇怪的女人不会再来呢？第一个村民就说到了，这女人会不会其实是鬼，不是人啊？大家都有了这个共识之后呢，第二个村民就说，那我们是不是找个和尚来念经化解一下？接着另一个村民又说了，如果这个奇怪的女人都专门针对男人的话，让男生扮成女生擦指甲油呢，这样子不知道有没有用下一个村民又说了，如果在家里前面挂一个牌子，还是说可以挂一件男生的衣服，上面写说这里面只有女生，这样子呢？还有，我们做一个像男生生殖器的雕像呢，放在门口，也可以做一个像是项链挂在身上呢。没想到村民都非常的有想法，村长就把大家想到的点子全部写下来，让每个村民都去试试看，究竟哪个方法有用。总不能让村里的男人一个接着一个死亡吧。事情说来也很奇怪，有些人说把红衣服挂在家里外面真的有用，有些人说戴了男生生殖器的项链之后真的有用了。关于这个奇怪的女子的都市传说其实蛮特别的，很多泰国人相信它不单单只是一个传说，而是真实存在的事情，甚至到现在还是有挂红色的衣服啊，戴男生生殖器的项链等等之类的。也有网友说，他挂在家里前面的那件红色衣服真的被电流电死，衣服还焦焦的那种，真的不得不佩服泰国人的创意。这样子的障眼法的概念真的太特别了。好啦，今天的泰国都市传说就分享到这里咯。喜欢我的影片别忘了按赞、分享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也可以到 Facebook、IG 追踪我哦。那 Himi 握手，我们下个礼拜6见咯，拜拜。